但是我覺得1萬以下的還是大多數。當然我現在沒有對象，如果有人想找我的話，可以通過你們聯繫我，通過你們這個平台，可以沒問題因為我工作是比較穩定的國家單位。因為現在已經不是經濟上行的美了，有可能偏穩定是更好的選擇了吧。如果自己覺得體面的話，我覺得3萬塊錢左右應該是能夠 cover 的是這樣子。大哥你好。你好。想問一下，您覺得在上海月薪2萬算什麼水平？我覺得在上海2萬的工資應該是中上水平了。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我覺得每個行業不一樣，因為上海各行各業都有。我覺得如果是金融IT 在以前應該2萬不算什麼錢。如果对於一些傳統行業，可能2萬就算是高薪人群了那您覺得您看一圈四周的，不管是認識的朋友也好或者一些親戚也好，您感覺能月入2萬的人多不多？比例大嗎？說實話，在我的身邊，其實月薪2萬的，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因為確實實實在在也是很多的。因為什麼呢？可能我身邊的這些朋友認識的會相對來說層次各方面会來得高一點當然，因為我剛刚也提到，不同的行業可能它的薪資水平也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問題是。您覺得賺到2萬塊錢在上海生活能過得比較體面嗎？我覺得體面談不上，只能說是比較溫飽，解決溫飽問題吧。因為上海大家也知道，生活成本比較高，壓力也比較大特別像有些未成家的，他可能在房租生活開銷等等，一些娛樂可能佔的比例就會比較大可能對於成家的就更難了，要撫養小孩，又有房貸，又有通勤，日常開銷，可能就會壓力比較大2萬我覺得並不能活得很體面，在上海如果說要您給一個數字，您覺得在上海要活得體面，大概要達到多少月薪？如果自己覺得體面的話，我覺得3萬塊錢左右應該是能夠 cover 的是這樣子。如果讓您選的話，您是希望固定一個月能有2萬，還是說就相对來說比較穩定，沒有任何壓力？另外一個工作呢是壓力很大，但是它的上限很高，零底薪類似於這樣子。您會怎麼選？OK， 按您剛剛提的這個問題呢，如果在幾年前我會回答您，我希望有一個比較有挑戰性的，可能這種漲幅包括這種期望值來得比較高的這個薪資水平。但按現在這種大環境和行業來說，我還是更傾向於這種穩定的就是按照現在的環境，還是穩定一點。對，因為現在大家都卷，而且整個這個各行各業都難，所以我覺得现在大家可能普遍都會比較求穩一些先生您好。你好。想問一下，您覺得在上海月薪2萬算一個什麼樣的水平？我覺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您覺得您觀察您周圍能夠有月薪2萬的人多不多？我身邊還是挺多的，但是也有1萬以下的也很多，5000以下的也有。就是什麼水平現在都有。對，什麼水平都有。但是我覺得1萬以下的還是大多數。占大多數。2萬呢，在上海市確實很多，那到其他小城市呢，確實少一點，對吧？您覺得月薪2萬在上海能夠過上一個什麼樣的生活？過上一個自給自足吧，然後開開心心，想吃啥吃啥，對吧？想買啥就買啥，對吧？您覺得2萬塊錢月薪在上海能不能過上所謂的那種體面的生活？那還是要再努力了。2萬塊要過體面的生活，要有品質的生活，那就要努力了，對吧？這個品質生活是沒有底的，對吧？體面生活是沒有底的，要看你跟誰接觸，你的對象是誰，對吧？你的對象是誰，你接觸的人群是誰，那這是沒有底的，尤其在上海，對吧？如果要您給一個數字，您覺得在上海我過上一個比較體面的生活，大概月薪是多少比較合適？在我心裡嘛，肯定是月薪10萬，10萬朝上，我會覺得就是比較體面。當然也可以，如果有能力，將來有能力，那月薪50萬、100萬也可以呀，對吧？
如果给你一个选择，一份呢是月薪2万，比较稳定，但是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还有一份就是底薪很低，但是上限很高，也很辛苦，你会怎么选？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选2万，比较平稳一点，平稳一点。当然，肯定是这2万，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上升空间，但是它风险，它波动就像股市里面的，就是股票一样，它的波动不会有波动，但不会很大。我要穩一点上去，因为尤其这2年经济形势嘛。但如果我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的，那我可能就是底薪低一点，但是我上升空间比较大的，那可以選擇這種，要看人吧。所以現在的選擇求穩的心態比較多一點，是不是跟現在的大環境也有一些關係？對的，一個跟大環境有關係，還有一個就是跟自己的個人能力，對吧？有的人他的認知高，能力強，他可能他會選擇更有挑戰性的，還有跟自己的個性有關。那有些人呢，那像我這種就求穩啊。像您在生活當中，您的薪水就大多數您會花在哪裡比較多一點？花在哪裡啊？那一般我可能會第一個身體健康方面就健身類，對吧？第二個就是讓自己健身完去，比如說去正規的按摩店，對吧？按摩店去 SPA 做一下。所以這部分錢花的還不少，是不是？主要是健身，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吃美食，要對自己好一點，對吧？那平時工作其實也是有壓力的，那可能要通過健身按摩放鬆，哇，還有那個吃美食來調節自我。最後一部分嘛，就是我覺得最後一部分就是談對象。當然我現在沒有對象，如果有人想找我的話，可以通過你們聯繫我，通過你們這個平台，可以，沒問題。因為我工作是比較穩定的，國家單位。美女你好，你好，想問一下，您覺得月薪2萬在上海屬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我覺得算是一個中等偏上一點點的吧，因為因為我家人也在上海這邊，然後差不多就是1萬多，將近2萬塊錢的收入，然後就是中等偏上的一個。您覺得在上海賺2萬塊錢的人多不多？您感覺？我覺得應該不少吧。不少哈。對。因為就是比如說平常那種有很多公司嘛什麼的，然後也有那種兼職啊什麼，就是為人們提供了很多這種需求啊什麼的，對，所以我覺得2萬塊錢還挺好賺的吧，應該。您覺得月薪2萬在上海能過得比較體面嗎？比較舒適嗎？您覺得？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可以是嗎？對，交房租啥的，然後應該會差不多，還會有差不多1萬塊錢左右的餘額，我覺得應該綽綽有餘了。對，應該差不多。對。如果給你一個選擇啊，一個是固定的月薪2萬，很穩定，但是沒有太多的增長；另外一個呢是零底薪，但是有可能你幹得好，上限會很高，但你幹得不好，可能就零底薪。您會怎麼選？我覺得選擇2萬塊錢就穩定吧，因為這樣每個月就會有固定的收入什麼的。對，我覺得就固定一下會比較好。就對我這種就花錢大手大腳這種，對，我覺得固定一下吧。像據你的觀察，您周圍那些能夠掙到2萬月薪的這樣一些人，您覺得他們的生活狀態好不好？我覺得還挺好的吧。就對我姐姐來說吧，我姐姐她就是在銀行工作嘛，然後她也是沒事就出去玩啊什麼的，就是感覺挺悠閒的。對，就是這個月薪其實也是過得很滋潤了，對不對？對對。先生你好。你好。想問一下，在上海，您覺得月薪2萬是個什麼樣的水平？差不多中等吧。中等。對。據您的觀察，在您周圍能賺到月薪2萬的人多不多？還挺多的。挺多的。那您覺得賺到2萬月薪啊，能在上海過到什麼樣的生活？差不多就中等，然後平常可以出去玩的水平吧，就周末可以出去稍微娛樂一下。您覺得2萬能稱得上體面的生活？體面的生活要看你的追求是什麼吧。就是如果你覺得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平常吃喝什麼的不用太愁的話，然後平常還能和朋友聚一聚，應該就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想追求特別高品質的話，2萬塊錢還是比較難的。您感覺2萬塊錢除去吃喝的話，還能存錢嗎？存錢那就看你的消費習慣了。就是如果你消費習慣比
比较節省的話，是肯定能存上的。但是像我这种没有那么好的储蓄计劃的話，可能就2萬塊錢的話也能存，但存的比較少，就存個1-2千塊錢這樣子。如果給你一個選擇啊，就是能掙到2萬塊錢月薪，比較平穩，但是沒有太高的上限了，就沒有太多的增長了。但是另外一個呢，就是底薪可能是0，但是你的上限會很高。你會怎麼選？我可能比較保守吧，會選那個2萬的，就比較穩定一點。對，稍微穩定。是不是現在的年輕人都偏向於穩定？我之前也問了一個年輕人，他也好像覺得，因為現在已經不是經濟上行的美了，有可能偏穩定是更好的選擇了吧。所以年輕人有感覺到，就是現在的時代跟可能父輩或者姐姐哥哥輩有點不太一樣。是的，是的。像我剛上大學的時候，覺得我爸賺錢還挺容易的，但是到我自己找工作還是賺錢，都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容易了。那您感覺現在就是說職場當中，就是想要找到一份自己理想中還不錯的工作，這種機會還多嗎？肯定是沒有之前多了，說實話，對。就像您個人在上海的生活當中，您感覺壓力大嗎？壓力肯定是會大一些的，因為我有段時間正好回無錫工作了一段時間嘛，然後發現確實節奏也不一樣，壓力會大一些。無錫是老家嗎？不是老家，但是離老家比較近，正好有工作機會就去了一趟。您覺得無錫跟上海有差在哪裡？更悠閒吧，肯定是。對。然後每天下班也很早，差不多5點半就下班了，然後你有很多自己的業餘的時間。但是收入方面呢？收入方面其實和上海比的話，其實也沒有降多少，就稍微會降了一點點。對。那是什麼原因讓你又重新返回上海？因為我主要的朋友，然後可能社交關係都在上海，然後一個人在無錫挺無聊的。對。那邊沒有太多的社交。對，對我來說都是這樣。